做事笨或者做事慢等于脑子笨吗？一个人如果根本没有脑子的话，是不是就没办法像普通人一样正常活动了呢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1980年，英国就发现了一例无脑人的罕见病例。这里是知识天梯。人体若是一个精密的仪器，那么大脑就一定是最重要的动力来源。只有它存在时，整个人体仪器才能保证正常运作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身体出现缺陷，最严重其实也就是植物人，并不会直接死亡。可如果脑子已经进入到关机状态了，那身体几乎就不会再开机了。为什么说是几乎呢？因为曾经就有人在大脑出现问题的情况下，依然维持住了正常的活动。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夏天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附属医院迎来了一位奇特的患者马克。马克是在当地求学的一位大学生，他在近几天一直觉得自己头昏脑胀，起初只是以为自己是熬夜睡眠不足导致眼压升高，或者是其他情况，又或者只是受了风凉，因此产生了感冒发烧等症状。而他为了缓解疼痛，在宿舍吃了1个周期的止痛药以及感冒药。可是即便服用了这么多药片，马克依然没有从痛苦当中摆脱出来。于是为了查明自己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就赶紧前往就近的医院检查身体。经过拍片检查，医生们发现了非常惊人的事情，那就是马克的脑部 CT 中竟然无脑。而这个结果直接惊动了医院的脑神经科教授约翰先生。后续约翰先生为了保证检查没有出现问题，又多次对马克的脑部做了不同角度的 CT 检查。经过仔细寻找，最终才在马特的颅骨边上发现只有1.5毫米的脑灰质。除此之外，整个脑腔内被脑髓液充斥填满了。可以说，如果不是马克感到头痛来到医院，约翰先生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知道，原来有人居然能不靠脑子就能活下来。没过多久，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医院，人们纷纷议论起来：为什么没有脑子的青年居然也能成为大学生？用大脑研究大脑，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细思恐极？但人类的脑科学还是在稳步发展的，甚至发现了没有大脑也能存活的无脑人。这些无脑症状在专业领域有特定的叫法，那就是脑水肿。患有这种病症的人，其脑部的 CT 影像中，大部分脑腔位置都是漆黑一片的，也就是基本上找不到大脑这一重要的人体器官，取而代之的则是大量的脑髓液。正常情况下，脑髓液是用来保护大脑在头部震荡时起到缓冲作用的。如今保护者还在，被保护的主体却消失了，这是否也会影响到当事人的行为呢？在现实生活中，患有这种病症的人虽然不多，但也并非个例。2007年时，法国马赛的一位骑行爱好者在路上摔倒了，后续经过检查发现，他摔伤的虽然是腿部，但真正影响到腿的其实是脑部。原来这位骑行爱好者在小时候就患过脑水肿，虽然当时进行了有效治疗，但后来出现了复发。这种复发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，于是乎积攒的脑脊液逐渐挤压了大脑的空间。然而，无论是作为大学生的马克，还是不慎摔倒的骑行爱好者，居然都没有因为脑水肿而影响到智力的发育，甚至马克的智力测试分数还达到了125分，比普通人的最高分数还高出15分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好像都在说大脑与智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经过脑神经领域以及神经学领域专家的长时间讨论，人们最终确定了一点，那就是大脑对于人类的智力来说还是有直接影响的。只不过大脑就像是记忆海绵一样，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。也就是说，当患者罹患脑水肿症状时，虽然脑髓液会挤压大脑，但大脑也会根据挤压程度来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被挤压部分形成的脑损伤会使得一部分脑区丧失工作能力，而其他区域的大脑就会开始兼职工作，一起挑起损伤区的正常运作。其实，人类的其他器官也具有这类习性，比如心肺等器官也会在正常运作时兼顾大脑的部分职责，降低脑部的指挥量。也许用心思考这种说法就是由此而来的。
但不管怎么说，脑水肿作为一种病症，在发现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及时的治疗。毕竟任谁都想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，而不是靠着奇迹来维持人体正常运作的。常人的大脑只开发了6%或7%，而爱因斯坦的大脑却开发了10%。听起来很有说服力，对不对？毕竟，如果不是普通人的大脑开发程度较低，那怎么理解普通人与爱因斯坦、爱迪生之间的差距呢？然而，实际上，我们可以通过特定的活动来实现开发大脑的目的。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这么多的神奇大脑，那又怎么会建立起完善的脑神经科学以及神经科学呢？其实正是因为我们碰到了如此多的脑部症状患者，才使得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大脑的运作方式。曾经加拿大神经领域的专家就发表了人类只需要10%左右的大脑就可以正常生活的言论。可事实真的如此吗？也许这种说法只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误解。总体而言，这种说法在如今看来其实是难以形成定论的。从专业领域来看，我们的大脑内至少存在着100亿数量的脑细胞。这些脑细胞通过连接以及释放能量，保障了神经系统的高度活跃以及控制人体的其他活动。而那些脑水肿患者的大脑容积虽然受到脑髓液的挤压而不断变小，可他们却依然保证了正常的智力以及行为能力。那我们也许就可以通过对这种病症的研究，来进一步探索不同脑细胞以及脑区的具体作用。在民间，我们不就将大小脑做了不同的划分吗？有人认为大脑主要负责维持器官的日常运作，小脑则是用来保证人体的平衡能力以及进行人体运动时的反馈，并且也有说法称，大脑中不同的部位会对我们的认知、智力以及五感造成影响。如果我们不放弃对大脑的探索，也许在未来就不是只了解那部分的作用，而是来开发大脑各部分的作用了。到时候，人类的整体智力也许会迎来一次大进化，也说不定呢。如今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，那就是多动脑、多锻炼，一定是能让人体各器官拥有较之常人更出色的表现的。知识天地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